一個冷知識，在印尼有一座以中國人命名的城市，600年前他帶領船隊在這裡靠岸。600年了，這座城市處處都能撞見他的影子。每年的農曆6月30日，數千人從印尼各地趕來給他過生日。他就是航海家，我更願意稱之為外交官鄭和。而這座城市就是印尼的三寶龍。朋友們，我现在又在趕路了。今天要從萬隆趕到三寶龍，但是呢，我們買的是9點25的車票，現在是9點08分，然後路上一直很堵。然後這邊顯示到達的時間是9點21分，9點25分我們的火車發車。怎麼辦？環球趕路博主，對啊，那個車票還特別貴，200多呢車票呢。這要趕不上的話，車票就白瞎了。關鍵是現在的這個 Grab 司機還不緊不慢的，非常不緊不慢的。刚才還跟我瞎聊天，哎呦天哪，我都緊張死了。他還想去加油，剛才我在非常的嚴重的告訴他，如果你去加油的話，我們就趕不上了。希望後面能夠開快一點吧。焦急。Translation。Okay. Quickly. Yeah. Very hurry. 到了，然后现在是18分。No time. Sorry. No time. 哎，我们可以用那个掃碼進去。現在取了票了，趕緊！因為我那個二維碼沒出來，他沒給我弄。我太狼狽了，咱。我是幸運女神。Okay, thank you. Okay, thank you. 它这個車站還算複雜一點，可能它是因為建了高鐵的緣故。對，這地方來講，國外的車站都很簡單，一進去就到了。現在的時間是24分。這次我們買的是1等座，包就放在這兒了，放在後面。趕路的心情如何？第1等刺激嗎？刺激，然後我還在那蒙圈呢，那司機說加油，我說 no， 然後我意思 you can there， 然後他就說他可以去加油，要去了，嚇死我了。對，我講了好幾次不能去加油，因為一旦去加油肯定趕不上。對，你還是太猛了，你對時間的把控，你是時間管理大師。對，趕上了，朋友們，請叫我時間管理大師。就是這個人，一天天的控制我們的時間，讓我們趕來趕去，就是這個人。還這樣呢？啊，這裡的火車旁邊就是好多貧民區啊。那這裡還用那個隔板給它隔了一下。這裡火車上面還有充電的呢。這6、7個小時，咱們就剪視頻吧。上還有一個小機關。哦，小桌板，開始工作。现在到站了，到達我們新的一個城市三寶龍。這個就是把我們載過來的火車。現在我們要開啟這個行程的土豪模式。我訂了一個4星級酒店，然後呢，我們現在要打車過去。有游泳池哦，無邊界游泳池，還是在頂樓的，可以看風景的。你提早說了，提早預告了呀。那大家猜猜價格也行啊。打了一輛車，36000。三寶龍這個地方可傳奇了，三寶嘛，就是鄭和的名號，在海外唯一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一個城市。這個是印尼的第5大城市。Yes。我跟你們說，真的是4星級哦，4顆星，看到嗎？真的是4顆星啊！哎，在這兒。
不好意思，没住过好的酒店。噔噔，2张小床，小吧台，然后卫生间干湿分离。哇，这里的风景好好哦，给你们看一看。我怎么觉得这个城市有点浪漫的感觉呢？这个床还真够小的。小船。这个是以前的大床房改成的2个小床吧？是的。只能看泳池了，泳池看还能不能加点分吧。好，我们最后再跟大家公布价格啊。哎，哪有你？换装完毕，准备出发。现在到游泳池了。哇，这个风景有四星，有4星，好看好看。我们在这里看日落，然后游着泳，上来还看到了落日。看看今天晚上我們吃的是啥？這個是我們點的外賣，米飯用紙包一包，然後每一個小菜用這種小袋袋裝一裝給我們。這一份如果原價的話要10萬多，折合人民幣就要44塊錢了。還好有券打個折，5萬多。看這小魚，這炸的小魚還可以，這個味道還可以，就這個菜特別難吃，一點味道都沒有，白水煮的。好，就這樣，今天晚上就吃這個。你們猜這個酒店一個晚上多少錢？給你們3秒鐘，3、2、1， 181點。就是這個酒店這個價格也對得起這個價格了，差不多了。這個房間對不起，加上那個泳池還可以，但是這個房間說實話確實有一點磕碜。好了，明天大家去看三寶龍。現在是第2天了，我們今天來探索一下三寶龍這個地方。首先呢，我們要去的是跟鄭和息息相關，是當地非常非常重要的三寶洞。到達了三寶洞，三寶龍這個地方啊，英文名叫 Samara， 就是和這個三寶龍的中文發音非常的像。這個門票一看就看得好暈，但是其實仔細看呢，又分當地人跟外國人。然後這裡是星期1到星期5，這個是週末。然後這裡呢又分2個區域，就是在這裡的2個區域。4萬，2個人8萬。Two people。哇，這裡還是非常壯觀的。在這裡呢有一個故事。小林講故事時間到了。相傳是在1405年的時候，鄭和的一個副手啊叫王景洪，他生病了，就登陸到爪哇島的這個地方進行休整。準確的說啊，是在這裡的一個山洞裡面休整。休息呢，就把他的病給養好了。在康復之後呢，於是啊，他們又繼續航行。於是啊，鄭和為了感謝這個地方啊，就承諾以後啊還會來到這裡，並在這裡修建了一個小屋和清真寺。以前的規模啊，並沒有這麼大，以前只是一個小小的清真寺，後面發展成為佛教的一個聖地。前面就是巨大的一個鄭和雕像，高10米。非常的高大，很多人都說啊，三寶龍這裡的華人是鄭和船員的後代，其實並不是這樣啊，因為他們當時休整完之後呢，就離開了這裡。只不過後來啊，這個山洞治癒船員的故事啊，逐漸傳開來之後呢，後來來這邊定居的中國移民啊，就將鄭和視為保護神，以此啊來祈求航海平安。在印尼排華期間，也就是1965年到1998年期間，它禁止一切的華人宗教活動，所以呢，這個地方啊曾經被廢棄過。但所看到的這些比較宏偉的一些建築啊，都是在1998年之後建立起來的。因為鄭和啊，他本身就是信仰伊斯蘭教，他本身就是穆斯林，所以啊，更能夠拉近這邊當地人之間的距離。
在這裡不僅是有供奉郑和，還有供奉福德正神，也就是大伯公。大伯公可謂是在東南亞一带的一个大神。我觉得郑和非常的伟大，他的伟大之處不在於他進行了這次航海活動，而是呢，通過這次活動啊，他把中華文化帶到了世界各地，可以算得上中國史上的最早的外交官。我們剛才看到一些本地的穆斯林也過來，但是因為啊，這座寺廟是一個多元融合的寺廟，它最初啊開始建立的時候啊是一個清真寺，因為來這裡供奉它的華人多了，這裡逐漸啊就變成以華人信仰為主的寺廟來供奉。要進這個大殿之前啊，必須要把鞋子給脫了，這跟中國的其他寺廟有點不太一樣。這座寺廟啊也是整個印尼最古老、最重要的華人寺廟。下面這個山洞啊，就是鄭和以前修養的一個山洞，咱們下去看看。上面呢還有很多是中國字啊，裡面就是有供奉着一些鄭和的一個神像。據說啊，鄭和本人也經常在這裡面打坐冥想休息。這個寺廟它距離華人區啊非常的遠，大概有5-6公里的距離，所以呢當地人祭拜不太方便。於是啊，在唐人街又蓋了一座紀念鄭和的個寺廟，叫做大覺寺。那在每年農曆6月30號的時候呢，會把在大覺寺的鄭和的神像請出來，然後一直遊街遊到這一座三寶洞，就象徵着鄭和回到自己的家鄉。在這個寺廟的後面還有一個巨型的石雕壁畫，這個壁畫展示的是1405年的時候鄭和到這邊的情景。為什麼說鄭和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外交官呢？他數次往返於赤滿家跟泰國之間，並且啊去協調兩個國家的矛盾，最終啊使得兩個國家化干戈為玉帛。同時啊，赤滿家跟明朝的關係啊也發展到非常密切的程度。而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呢，他不僅僅是航行，也不僅僅是去協調關係，他還參加了打仗。在1407年的時候啊，還幫助印尼人消滅了海盜陳祖義。這幅圖說的是他到訪印度及周邊國家的時候受到的一些款待。很多人說啊，鄭和是一個航海家，但是我覺得更準確的說，他應該是一個外交官。這座建築啊，就叫千門，是荷蘭殖民時期時候建的。因為它這個建築的特點啊，就看起來有好幾個門，實際上是沒有1000個門。所以外國人的門票呢，一個人是3萬。曾經是作為東印度鐵路總公司，哇，壯觀啊，漂亮。這個好幾個門真有點好看哎。當時的一個鐵路公司有這麼大，這個公司確實好大哦。這個就是建築裡面，好漂亮啊！哦，但是他們的樓梯都是用這種石頭做的。啊，這個窗戶也挺好看的，能把董事會成員寫在這兒，說明這以前是老闆跟董事們就是在辦公的地方。下面就是普通員工啊。對啊，就是這樣子啊，普通員工，然後一個一個桌子在這邊對辦公嘛，對不對？是這樣子嘛，然後老闆在上面嘛。這個公司當時的財力可以啊，建了這麼一個大橋。如果說荷蘭殖民者啊，當時是殖民這裡的話，那日本在這裡當時那3年，基本上等同於侵略。因為日本啊，當時佔領這個建築的時候，在這個地下室進行審判，殺害了非常非常多人。所以啊，這個建築呢，一直會有一個鬧鬼的一個傳說，因為在這個建築的下面埋葬了非常多冤魂。這個就是當時的那一棟日軍佔領的那一棟，在地下室的那一棟。趕下去嗎？打工都看不，它不是，它沒樓梯啊，是吧？這就是一個空洞哎。這個給你看的吧，有另外一個地方可以下去。對，會嚇人啊！好嚇人啊！這好像是一個水道。好吧，裡面不能夠攝像，那咱們只好出來跟大家說了，現在票已經買了。感覺這20幾突然花得很值哎。然後這裡要戴頭盔下去。還得穿這個靴子。現在我已經從鬼屋裡面爬出來了。說實話，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到下水道裡面去走一圈。那現在可能就是已經荒廢了，已經不是正式去下水道了，所以現在還顯得比較乾淨，就沒有那麼髒的那個污水，非常的陰暗、潮濕、悶熱。
最關鍵的是他們在那个下水道隔出了一个个的隔间，那个隔间呢，我估摸的都不到1平方，然后在这个小小的隔间里面要站着7个人关在那个监牢里面，太恐怖了，泯灭人性啊，真的是。现在到他们的一个荷兰老街来看一看，建筑倒是都挺好看的，这个教堂也挺好看的。这条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欧洲，一乍一眼看过去，如果说是在欧洲都会有人信的。这建筑是1895年的，这个现在是一个咖啡厅。看一下里面，虾饺、青菜，太饿了，太饿了！现在，哇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是下午快4点，自媒体的不规律饮食，午餐还没吃，午饭还没吃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趕緊吃，趕緊吃。開到，哇，吃中餐了，金銀剔透大蝦餃，嘗嘗這國外的做的怎麼樣？哎呦！怎麼樣？可以。雞肉腐竹卷，你今天也不給粉絲先吃了？哎呀，忘記了。裡面是蝦泥，真香。太滿足了。你們不懂，在國外能吃上一口中餐，那種感覺，那種滋味。又是游泳的一天，哇，好冰啊，這個水啊，有點冰。美好的一天從午餐開始，看着一堆肉，小蔬菜、薯條，然後喝一半的牛油果汁，60人民幣。有雞肉、牛肉，還有香腸。粉絲先吃。還可以。我找這麼多國家哦，就發現還是中國的香腸最好吃。他們這個香腸都是澱粉，軟軟的，不好吃。吃完我們就要離開桑寶龍這個城市，前往下一個城市日惹。沒出發。